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几乎每个家庭都会碰到的问题，尤其家里长辈特别容易吵起来。60岁以后到底能不能天天喝牛奶？相信不少朋友都有过类似的场面，家里有人坚持说，人老了肠胃差，喝牛奶会拉肚子，还会生痰，最好别碰。也有人反驳，牛奶补钙又方便，一天一杯骨头才硬朗，不喝反而容易骨折。两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，结果越听越迷糊，不知道该信谁。其实关于牛奶的争论，营养学界也吵了几十年，过去的看法跟现在的建议确实差别很大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就依据卫生福利部国民饮食指南，还有台湾骨质疏松学会的建议，把60岁以后喝牛奶这件事从头到尾说个明白。我们会拆解3个最常见的误会，告诉大家天天喝对长辈到底有哪些好处，哪些人真的要小心，一天喝多少最合适，怎么喝最健康。如果您已经60岁，或者家里有上了年纪的长辈，这支影片真心建议您看到最后，也欢迎收藏起来慢慢看。先说说大家最常听到的2种声音。第一派，我们叫它肠胃担忧派。很多长辈一提到牛奶就摆手，说自己一喝就肚子咕噜咕噜，跑厕所，还有人说喝了喉咙老是有痰，觉得牛奶太寒太腻，年纪大了绝对不能沾。另一派则是补钙依赖派，这派长辈觉得牛奶便宜，超市随手就能买，喝起来又方便，是最省事的补钙方法。人老了骨头会松，不喝就容易摔断，所以每天雷打不动都要来1杯，甚至2杯。这2种说法其实都对了一半，也都误会了一半。为什么差这么多？主要是因为过去这些年，营养学界对乳糖不耐、对钙质吸收的理解一直在往前走。早期确实有人觉得肠胃不好就别喝奶，但近年来，包括卫生福利部、营养学会都陆续调整了看法，因为越来越多研究发现，大部分所谓喝奶拉肚子的人，其实只要换个喝法就能改善。更关键的是，对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，缺钙、骨质流失的风险远比偶尔一点肠胃不适更值得操心。当然，这不是说人人都能放开喝，但确实有几种情况的朋友要特别留意。第一个最普遍的误会就是，年纪大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，肠胃受不了，干脆别喝。我们先把话说清楚，喝奶拉肚子这件事，大多不是牛奶有毒，而是乳糖不耐。简单讲，就是身体里分解乳糖的那种酵素变少了。牛奶里有一种糖叫乳糖，需要靠酵素来分解。人上了年纪，这种酵素会慢慢减少，没分解完的乳糖跑到大肠，就容易胀气、跑厕所。听起来好像很麻烦，但其实很好解决。根据营养学会的说法，乳糖不耐并不代表要跟牛奶绝缘，您可以改喝低乳糖或无乳糖的牛奶，也可以把牛奶分成小口，配着饭一起喝，别空腹猛灌。还有一个好办法，就是改喝优酪乳或吃优格，里面的乳糖已经被发酵掉不少，肠胃负担小很多。当然，也有少部分人是真的对牛奶蛋白过敏，那就得另外处理。但简单来说，如果您只是一喝就胀气，多半调整喝法就能改善，不必从此把牛奶打入冷宫。第二个常见误会是，有3高，有心血管毛病，就完全不能喝牛奶。这个说法也太绝对了。我们先给结论，有3高的长辈不是不能喝奶，而是要挑对种类，控制分量。很多人担心牛奶油脂高，喝了血脂会飙，其实关键在于您选的是全脂还是低脂。根据营养师的建议，血脂偏高的朋友可以改喝低脂或脱脂牛奶，一样能补到钙跟蛋白质，油脂却少了很多。反过来说，就算您不喝奶，天天吃油炸、吃肥肉，血脂照样会失控。真正影响血脂的是整体的饮食习惯，不是单单一杯牛奶。这里也要提醒糖尿病的长辈，牛奶本身含乳糖，喝的时候别再额外加糖，也别搭配太多甜食。总之，有慢性病的朋友，看到牛奶不用害怕，选对种类，控制好量就行。第3个误会是，喝牛奶会生痰，会让身体变寒，感冒的时候更不能喝。这个观念在长辈之间流传很广，但其实是个误解。牛奶喝下去之后，会在嘴里留下一点滑滑的口感，让人觉得好像有痰，可实际上，这跟身体真正产生的痰完全是2回事。医学上并没有证据说牛奶会让人生痰，也没有说它会加重感冒。相反，牛奶里的优质蛋白质
反而能帮身体补充营养，在生病的时候更需要。当然，如果您本身喉咙不舒服，觉得喝凉牛奶不太舒服，可以把牛奶稍微温热一下再喝，会顺口很多。至于寒凉的说法，其实牛奶温热之后，对多数长辈的肠胃都很友善，所以感冒时不必特意戒奶，温热适量的喝，反而对恢复有帮助。那为什么对大多数60岁以上的长辈，我们反而建议规律喝奶呢？它的好处其实很多，而且刚好对上长辈常见的身体退化问题。第一个好处就是补充钙质，预防骨质疏松。什么是骨质疏松？简单说就是骨头里的钙慢慢流失，骨头变得又松又脆，轻轻一摔就可能骨折。卫生福利部的资料显示，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，骨质疏松的比例相当高，尤其是停经后的女性更明显。要顾骨头，最重要的就是补够钙，而牛奶正是最方便的钙质来源之一。一杯240毫升的牛奶，大约就有200多毫克的钙，喝起来轻松又好吸收。很多长辈牙口不好，硬的东西咬不动，牛奶正好省事，温热喝下去顺口又暖胃。第二个好处是补充优质蛋白质，帮忙对抗肌肉流失。人一老，肌肉会一点点减少，力气变小，走路变慢，容易累也容易跌倒。牛奶里的蛋白质品质很好，吸收利用率高，正好能帮长辈补上这一块。很多长辈早餐只喝稀饭配酱菜，几乎没什么蛋白质，如果能加一杯牛奶，营养立刻就丰富多了，搭配一点运动，效果会更好。第三个好处是牛奶里的一些成分能帮助放松，改善睡眠。牛奶里含有色氨酸，这种物质在身体里会转成让人平静的成分，对帮助入睡有一点好处。很多长辈晚上睡不好，睡前温温的喝一小杯牛奶，配合规律作息，睡眠品质可能会改善一些。当然，别喝太多，免得半夜老跑厕所。第四个好处是牛奶能补充多种营养素，让饮食更均衡。除了钙跟蛋白质，牛奶里还有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A 这些营养。很多长辈吃得很单调，长期下来容易缺这缺那，每天一杯牛奶就能补到好几种营养，是很划算的选择。那哪些长辈要特别小心呢？第一类是有严重乳糖不耐的朋友，这类朋友一喝普通牛奶就严重腹泻、胀气，很不舒服。不过这不代表完全不能碰，可以改喝无乳糖牛奶，或者用优格、优酪乳来替代，一样补到营养。第二类是对牛奶蛋白过敏的朋友，这类朋友喝了会起疹子，不舒服，那就真的要避开牛奶，改用豆浆或其他钙质来源。第三类是严重肾功能不好的朋友，因为牛奶蛋白质含量高，代谢废物要靠肾脏排，肾不好就得控制分量，最好听医师或营养师的安排。第四类是血脂特别高又控制不好的朋友，这类朋友建议改喝脱脂牛奶，别喝全脂，把油脂降下来。这里要强调，这几类都不是一口都不能喝，而是要挑对种类，控制好量，有疑问就问医师。那60岁的健康长辈，一天到底喝多少最好呢？根据国民饮食指南，健康长辈每天喝1到2杯牛奶就很合适，大约就是240到480毫升。喝太多也没必要，身体吸收有限，还可能占掉其他食物的位置。要说最推荐的喝法，第一名是温热的纯牛奶，简单又保留营养，睡前喝还能暖身。第二名是优酪乳或优格，乳糖少，肠胃负担小，还能顾肠道。第三名是牛奶加燕麦，营养又有饱足感，当早餐特别好。那要避开的喝法有哪些呢？第一种是加了很多糖的调味奶，糖分太高，对血糖、血脂都不好。第二种是冰的牛奶大口猛灌，容易刺激肠胃，不如温热慢慢喝。第三种是空腹一口气喝一大杯，肠胃差的人更容易不舒服，最好配点东西一起。记住一句话，牛奶本身是好东西，不健康的往往是您额外加进去的糖。这里也给大家推荐2个简单的搭配。第一个是牛奶蒸蛋，牛奶和蛋都是优质蛋白，蒸出来又软又嫩，牙口不好的长辈也能轻松吃，营养还互补。第二个是牛奶燕麦粥，燕麦补充纤维，牛奶补钙又补蛋白，煮得软软的，当早餐清淡又暖胃，肠胃没什么负担。最后帮大家总结3个重点。
第一个重点，健康长辈每天喝1到2杯牛奶，不用怕，只要没有严重的慢性病，肾功能正常，规律喝奶能补钙又补蛋白，帮忙固骨头，防肌肉流失。第二个重点，有特殊状况的朋友，重点是挑对种类，控制分量，而不是一口都不喝。乳糖不耐可以换无乳糖奶，血脂高可以喝脱脂奶，有疑问就问医师和营养师。第三个重点，喝法比喝不喝更关键。温热的纯奶、优酪乳是好选择，加糖的调味奶要少喝。均衡饮食、规律运动，比纠结1杯牛奶重要得多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能解决大家长久以来的疑惑。也想问问大家，您或者家里的长辈，平常一天大约喝几杯牛奶呢？都习惯怎么喝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有新的养生知识就会马上通知您。也别忘了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亲朋好友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。